这可能是 iPhone 最难熬的一年。放眼望去，小直屏、踩背板，安卓厂商个个想叫板。就在大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又来一位。乍一看，他顶着一张一样的苹果皮，但仔细一瞧，怎么骨子里是熟悉的宜家味儿？嘿，我是鱼仔。一加13T，一加的第一款小屏手机。但是如你所见，小屏的世界真的已经非常拥挤了，各家早就抢好了位置，留给一加的余地真的不多了。所以为什么还来插一脚？还能卷出什么新花样？那么13T 的重量实测185克，谈不上很极致，可是一旦上手，非常舒服。这个手感也是所有小屏手感里最接近 iPhone 的。一个是它是6.32英寸尺寸，非常接近。那最主要的是它的重量是分摊开的，50:50的配重，不会头重脚轻，拿着不硌手。它的背面是这种低饱和度的磨砂玻璃，仔细摸起来，它其实比 iPhone 涩一点，但也带来了更强的摩擦力，不打滑。沉雾灰很像 iPhone 16 Pro 钛金属的远房亲戚，摄像头也是经典的左上角排布，大小凸起都很像，再加上这个一加的 logo 很有味道，不如就叫你iPhone吧。侧边同样有一颗自定义按键，这可是连一加13都没有的，是不是有点偏心了？它跟 iPhone 一样可以自定义各种功能，但这个一键闪记又是连 iPhone 也没有的 AI 功能。那设置好之后，不管你看到的帖子、跟朋友的聊天记录、地址、导航，都可以这么一摁。非常爽。这什么感觉呢？其他的小屏手机你感觉是来抢饭的，但它这个外观再加上 AI， 它都快混成一家人了。正面6.32英寸屏幕，左右边框非常窄，下巴稍宽一丢丢，但整体看上去非常顺眼。但到这里，我觉得它只能算是在果味上面有一个初体验。还有什么？那我没想到一加这一次真正出奇的是直接上了一个6260毫安时的大电池。这个小个子哪来的空间塞这么大的电池？是不是数字游戏？我跟你一样好奇。咱直接拉上另外2台小屏旗舰，跑一个续航测试。那么首先呢是在线的观看视频，前30分钟3台手机都挺稳的，但是来到了4K 60帧的视频录制，差距就出来了。那有的甚至为了省电，其实直接就熄屏了，我们还得把它叫醒一下。8轮日常模拟，比方说视频通话经常用，然后还有刷淘宝、社交软件，那能明显看到一加13T 的这个大电池确实有底气，电量上总体领先5%以上。但其实我觉得这只是字面上的，它真正反映的是6260毫安时在小屏的续航里面真的是横着走。那游戏表现呢？实测。那咱就拉2台都是骁龙8至尊版的来给个参考。原神最高画质30分钟，2台手机基本上都是一条直线，但细看一加的帧率会更稳，波动会更小一点，功耗和温度也更压得住，属于是打游戏又猛又冷静，还能120帧和 1.5K 同开。那目前是只有一加能做到，也就是说主流的游戏对于这台小屏手机这么高的性能释放完全没有压力。但我觉得一加13T对于一些游戏细节的优化是更能明显看出它是一台更针对游戏玩家的手机。那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旁路供电开关，之前我在其他手机上就很少见到，它可以直接绕开电池给主板供电，对电池续航寿命都更友好。那还有一个新增加的游戏相机功能，点一下它会有一个悬浮的小窗，那录屏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找，然后随时就可以一键去点开。操作前如果你有预感，如果比较短的话，你还可以点这个实况回放，它有点像是利用到实况照片可以倒回1.5秒的这个特性，去完美保留你的一些神操作的瞬间，或者是你抽卡的那种惊喜。它有点像是 Switch 的那种回路机制，就非常方便。那再加上 Live Photo 嘛，它又不怎么就占内存，一些骚操作你发 Live Photo 也不会显得太刻意。所以是这些一整套下来让我觉得，首先一加它不仅是保有了自己一直以来在性能上的这个优势和发力，而更是从玩家的这些角度去考虑怎么把游戏玩起来更爽，然后跟其他的小屏拉开一定的差异化。
它把这种经常遇到的场景、想要的功能都加进去，就很容易在自己擅长的游戏性能上面，再加上小屏的手感上面，找到自己独特的长板。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影像。那这台小手机呢，搭载的是双摄，其实没有超广角，我个人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可惜。但是它也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和取舍，因为这台手机的受众会更加明确，它就是要保手感和性能。不过我用这台手机的主摄和2倍的中长焦也都拍了一些样张，实话说比预期要好不少。那主摄的颜色还是挺准的，特别是这种色彩丰富的场景，居然也没有偏色或者是溢出，饱和度上面或者观感上面是刚刚好的，那拍出来的观感很舒服。然后再来2倍的这个焦段，你像是平时你想拍个食物、拍个小朋友、拍个小狗，抓拍也很方便。那像是这只小狗，毛发很清晰，尾巴的边缘也没有糊，那很明显能看到，其实这个影像的算法还是挺到位的。就整体的风格，还有它这个抓拍的能力都比较讨喜。如果你用来日常拍摄，还是比较稳和够用的。那么再来 ，ColorOS 自带的几种 AI 的后期，在1加 13T 上面也是支持的。比方说 AI 的灵感成片，帮你去调整一下画面比例。那像是这张，橱窗里有反光，一键也能去掉。那么更多的其实就是你会发现 ColorOS 本身上面的一些流畅性，还有各种的 AI 功能，1加 13T 跟着沾光就完了，属于是父王打下的天下，不传给你，这不是浪费资源吗？所以 13T 搭载的是满血的 ColorOS， 然后这个整个的流畅性还有高效性，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在安卓的手机当中，我毫不遮掩的就是觉得 ColorOS 相当响。你就感觉晨曦好像兼职当哆啦 A 梦，就时不时就会套出一些有趣的功能。那再来 ColorOS 本身呢，其实也还在进一步的去拉近和苹果生态的这种相互融合传输的功能，比方说跨设备的互传，还有远程的控制 Mac。那像是如果你平时出差想找个文件，紧急编辑个文档，还是非常方便的。尤其对于我们工作室蛮多人还用 Mac 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远程控制的功能，关键时刻还挺救命的。总结，那其实拿到手机之前，我会猜到一加可能会在外观或者是利用 ColorOS 跟苹果产生不少联系，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它其实不仅是简单的说撞脸、外观相像，而是更多的另辟蹊径。它非常精准的看到了小屏手机现在在性能、散热、续航上的这些老短板。因为这个尺寸小，很多东西都需要平衡和取舍，而这也确实是一直以来苹果用户的痛点，包括其他小屏可能没有做好的地方。而这也让它在小屏当中可以有后来居上的地位，稳稳的获得了一席之地。所以如果你喜欢小屏手机，同时又很在意性能和续航，非常喜欢打游戏，那么1加 13T 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OK， 那么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迪仔。那如果这个视频对你了解1加 13T 有帮助的话，记得关注我，我们好，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喽。